iPhone 17就按我頭先講嘅去做啦。Cook， 你今晚一定要俾翻個答案我。你出去先。你老實答我，今年嘅17，你係咪又想好似上一代咁支牙膏？嗰份升級呢件事真係唔係你諗咁簡單㗎。點解連你都要 hea 我？出邊啲千年機笑我冇快充，安卓旗艦笑我冇 promotion 冇長招，5000幾蚊只可以買128G， 但你就唔可以喺度 hea 我。你講完未啊？我未講完。如果你再 hea 我嘅話，我寧願一世用12唔換你部新機。你笑乜嘢啊？嗰份你俾心機做嘢，終有一日我會攞台你滿意嘅新機俾你㗎。日後即係幾時啊？10年啊？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？我要而家。好啊。嗱 ，promotion 2倍長焦，256GB 同埋40瓦快充，呢次夠唔夠啊？阿媽，我終於可以換新機啦！科技有温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放的黑丝科技，我是四姐绵羊。一说起 iPhone 啊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等级森严，刀法精准，尤其是体现在标准版和 Pro 版之间。比如从13系列开始区分屏幕刷新率，标准版用60赫兹 ，Pro 则是120的 Promotion。标准版总会比 Pro 少了个长焦镜头，而且芯片也是用旧的。这样一来，想要体验到完整的配置，用户只能咬咬牙上 Pro 了，得加钱。原以为苹果会一直保持精准刀法，没想到今年的 iPhone 17标准版居然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120赫兹 Promotion 下放到了标准版，超广角镜头像素提高，并加上了2倍的光学变焦。虽然啊，在安卓这边看起来好像也就那么一回事，但是在苹果这边可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苹果为什么会这么做，以及这台加量不加价的 iPhone 17标准版到底值不值得你掏钱。要谈论这台 iPhone 17值不值得你掏钱，那首先就得看它今年的主要3大升级点够不够吸引人了。第一个最直观的升级点就是下放了120赫兹 Promotion， 没有阉割，直接下放，这大方的程度，就连隔壁 iPhone 16看了都得馋哭啊！没事，不就是120赫兹 Promotion 而已，我手动补帧不比这更好？别说了，兄弟，你身份证掉了。回归正题，用上了120赫兹 Promotion 的 iPhone 17究竟有多丝滑？拿同时的14来进行滑动对比，也能发现慢放镜头下两者的滑动交互效果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王者依旧只能开60帧，有点无奈了。虽然升级了高刷屏，但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会比较担心屏幕的耗电问题。模拟日常刷30分钟的信息流，耗电情况还算是比较乐观的。但具体一整天用下来会耗多少电呢？各位绅士不妨期待一下思姐后续的户外体验哦。接下来就进入到第2个核心升级点——影像。谁懂啊？都2025年了，我们的标准版才总算没有再低人一等。iPhone 17直接飞升4800万像素双摄，还支持1200万像素的2倍光学长焦，主摄表现稳定，直出效果嘛还是肉眼可见的真实。多了2倍变焦后，取景构图能更从容一点，对日常人像拍摄、静物和美食等来说，也算是一种不错的万金油焦段，让拍照手法稀烂的四哥也能凭借长焦拍出思姐美美的照片。来到超广角，白平衡基本和主摄一致，清晰度这一块也是跟着主摄看齐。像我们平时拍建筑也能得到解析力更强的照片了。来到夜景，由于进光量变大，样张出来的效果会比较通透。切换到2倍长焦，压高光的能力不错，暗部细节也保留了，虽然还是会有鬼影，但比起上一代来看要减轻不少。至于视频拍摄，那都算是苹果的拿手好戏了。简单来一段给绅士们欣赏一下吧。除了后置，
是前置这边也做了非常不基础的升级。前置摄像采用全新正方形传感器，支持变焦和旋转，多人入画还能自动调整构图。乍一听好像感觉没啥大不了，但实际拍摄就能直观的看到差别。以前用前置竖屏拍出来的照片视场角会比较窄，现在的话不用手动横屏就能直接拍到视场角更宽的照片。跟小伙伴们拍照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脸会被镜头拉宽了。除了拍照构图变得更丰富，前置拍摄视频的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。拿我们平常会用的 Pocket 3来对比 ，iPhone 17的前置防抖效果还是挺不错的。对于平时会拍 Vlog 的博主或是日常记录生活的小伙伴来说，这还能立省一笔买 Pocket 3的钱。最后要说一下的是这个视频同步双拍这个功能，支持前置和后置同时开拍。哎，不是，你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直接放上摄像头不就行了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虽然听起来还挺好用，但实际上前置拍摄的小框框是没有办法后期去掉的，所以还是有点美中不足了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这次17的影像升级还是能够给到用户新鲜感和满足感的。接下来就看性能输出啦。去年那批 A18 用完了吗？你们怎么就拿 A19 出来了呢 Boss， 这批虽然是 A19， 但是我们也按照你的刀法精准切割啊。A19 芯片是6核加5核处理器，而我们的 Pro 则是满血版的6核加6核处理器啊。这下不光我们用户的满意，还能延续我们一贯的优良传统啊。做得不错。那游戏什么的呢 ？Boss， 请放心，我们还是稳稳的第一梯队。按照测试组使用性能狗反馈的数据，原神30分钟须弥城跑图平均帧率在59.5帧左右。手机温度跟我们的家中阳光一样舒适。那星铁呢？星铁的数据也很不错，跑图半小时平均帧率在59.3帧，握持温度也比较舒适。这数据还可以。那充电呢？这一次我把充电提到40瓦，想想就觉得很不环保。半小时能充到48%的电，这回还不卖爆！听完核心升级的小伙伴也别心动得太早哦。虽然升级力度是比上代要大，但不足也是有的。标准版的升级更多是聚焦在普通用户的日常体验上，像是淡用难回的高刷、快充、长焦等。但更先进的视频编码等天花板级别的专业功能，现在还是牢牢把握在 Pro 版手里。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等级森严，也可以说是苹果把用户做了更明确的区分。所以啊，这一点对于要准备入手或是正在观望的小伙伴来说就比较重要了，那就是得明确自己的需求和做好预期管理。按用户来分的话，17标准版会更适合 iPhone 14以下的老用户换新以及轻量化使用的手机用户，因为今年的升级啊补齐了几个短板。对于老用户来说，体验更完整了；对新用户来说，性能也有保障。而且啊，相对来说还有一点也比较利好新老用户入手，那就是起售价不变。存储方案提高到256G， 那加上平台补贴的话，还是挺吃香的。不过啊，对于刚换15 Pro 或者16 Pro 以上的用户来说 ，iPhone 17的升级又有点不太够看了。虽然芯片升级了，但如果你想追求 Pro 那样的影像体验的话，还是先观望观望，再入手会比较好哦。还记得当年深陷舆论风波的 iPhone XR 吗？售价高，产品力却不高，一经发售就被骂上了天，就连果粉都有点不买账。最后靠一招降价才勉强把局势逆转。回看今年的 iPhone 17的变化，其实也是一样的做法。面对同价位里个个都把高刷、长焦、快充当标配的安卓旗舰 ，iPhone 标准版最拿得出手的也就流畅的 iOS 和芯片。对普通用户来说，这硬件的体验就被拉出了一大截。更何况 iPhone 自身的产品线等级制度太过森严，导致有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转身投入安卓的怀抱。所以苹果的刀法也从阉割转向了精准赋能，选择加量不加价的升级方式，推出了一款更强、更适合普通用户的标准版，来应对现在的市场需求。这样做既能挽回一部分老用户换新，也能吸引一波新用户来加入这个大家庭。你别说，这招鲜还真能吃遍天。毕竟性价比高的产品，哪个用户会不爱呢？今年的 iPhone
iPhone 17标准版算是一次精准且大方的升级，不再单一阉割维护等级，而是把用户的感知最明显的屏幕、影像、续航3大痛点全部补齐了。虽然 Pro 版拥有更先进的视频功能，但如果你只是需要一台好用耐用的手机，不需要太强悍的影像能力，那这样一台没有明显短板的水桶机，或许会成为你最甜点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 iPhone 17的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卑微师姐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够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